过去几年，当外界讨论中国海军哪款舰艇最可能对航母形成威胁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055型万吨驱逐舰。毕竟055拥有更大的舰体、更强的雷达、更充足的空间，以及112个垂直发射单元。如果说中国海军未来需要一艘能够执行远海作战任务的旗舰级水面舰艇，055显然是最符合想象的那个答案。但是最近出现的一个变化，让不少网友都开始重新审视一个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不是055，而是052D。原因很简单，根据公开画面显示，一枚鹰击20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从052D 型驱逐舰上完成了发射。如果这个消息最终得到进一步确认，那么它的重要意义可能不只是中国又增加了一种新武器，更关键的是，这种原本被认为属于055级别平台的远程打击能力，开始向数量更多的主力驱逐舰扩散，而这才是整个事件最值得观察的地方。因为055代表的是中国海军的性能上限，但052D 代表的是规模，两者带来的战略意义完全不同。假设鹰击20只装备在055上，那么它确实是一项非常先进的能力，因为055目前数量有限，但052D 完全不同。052D 是中国海军目前数量最多、最重要的现代化驱逐舰之一。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已经建造了几十艘052D 系列舰艇，它可能不是中国最强大的驱逐舰，但却是中国海军真正承担大量日常任务的主力平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认为，如果鹰击20只是出现在055上，那代表的是中国拥有一款先进武器。但是如果它能够进入052D 体系，那么代表的可能是中国正在把先进远程打击能力从少数旗舰平台扩散到更多主力舰。这两个概念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区别。现代战争中决定影响力的往往不只是武器性能，而是这种能力能不能形成规模。一艘055很强，但几十艘能够执行类似任务的驱逐舰意义完全不同。因为真正改变战场环境的往往不是一把锋利的刀，而是一整个装备体系开始拥有这种刀。当然，一次公开视频并不能直接证明所有052D已经完成鹰击20换装，它可能是验证测试，也可能是武器适配测试，甚至可能只是为了确认舰艇和导弹之间的兼容性。任何国家的新型武器发展都经历类似过程，从测试、小规模装备再到全面列装，中间通常还需要很长时间。所以现在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052D 已经展示出使用鹰击20的可能性，而不是说所有052D已经全面装备。即便如此，这次测试依然值得关注。过去先进武器往往优先集中在最顶尖的平台，例如055这样的万吨级驱逐舰，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都开始追求一种新的方向，让更多舰艇具备更强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问题来了，一艘7000吨级的052D到底是怎么装下鹰击20这种大型高性能反舰武器的？关键就在它的垂直发射系统。现代驱逐舰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通用垂直发射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不同类型的导弹放入标准化发射单元中。过去舰艇如果想增加新武器，往往需要重新设计整艘船，但现代垂发系统的出现，让军舰拥有了更高的升级潜力。052D 采用的是中国海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它可以发射多种不同类型武器，包括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反潜武器。这种设计理念本身就是为了提高舰艇未来升级空间。而鹰击20想要进入052D，关键就在于它能否适配现有垂发系统。相比传统反舰导弹，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通常体积更大，重量更高，对发射系统要求也更高。因此，外界此前普遍认为这类武器更适合055这种大型平台。但是如果052D真的能够发射鹰击20，那么说明后期型号052D可能已经进行了针对性升级。这种升级并不一定意味着重新设计整艘舰艇，更可能是在几个关键环节进行优化，包括垂发单元尺寸兼容、舰载电子系统升级、数据链能力增强以及整体作战系统调整。换句话说，052D不是为了鹰击20重新诞生，而是在原有设计基础上提高了未来武器兼容能力。这也是现代军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不是每一次升级都要换一艘新船。真正先进的平台，往往是在服役几十年的过程中不断获得新能力。如果052D能够适配鹰击20，就说明它的设计理念已经为未来升级留下空间。那么，为什么发射鹰击20会受到如此多关注？毕竟，舰载反舰导弹并不是新东西。从冷战时期开始，各国海军就一直在发展反舰武器。苏联曾经发展过大量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美国也曾经依靠鱼叉系列建立自己的海上攻击体系。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海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型水面舰艇的防御能力越来越强，舰载雷达越来越先进，区域防空导弹射程越来越远，电子战系统也越来越复杂。这意味着传统反舰导弹想要突破现代舰队防御难度越来越高，所以各国开始寻找新的突破方向。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速度，从亚音速到超音速再到高超音速，
速度成为现代反舰武器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而鹰击20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海上远程打击思路。它并不是单纯追求飞得更快，而是结合复杂弹道机动之后对防御体系造成的压力。过去舰载防空系统面对来袭导弹时，核心逻辑是预测，整个防御过程本质上是在和导弹的运动规律赛跑。但高超音速武器带来的问题是，它可能不会按照传统弹道飞行，它可能在飞行过程中进行机动，甚至在末端阶段改变攻击方向。对于防御方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拦不拦得住，而是能不能及时发现，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拦截。所以鹰击20真正带来的变化，不是意味着大型舰艇突然失去作用，而是让大型舰艇在远海行动时必须面对更复杂的风险。从一艘旗舰拥有先进武器，到几十艘主力舰具备类似能力，这中间的变化比单纯增加一款新导弹更加值得关注。当然，目前052D 搭载鹰击20仍然需要更多公开信息来确认，它究竟只是一次测试，还是未来大规模列装的开始？鹰击20最终会装备多少艘舰艇？那么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